11年前，我刚開始做自媒體的時候，天天直播做這道菜。其實這道菜想做好蠻難的，肉絲究竟要不要醃？先炒肉絲還是先炒青椒？今天我們一個視頻來解決它。先來說選料，我今天選了2種肉，一個是五花肉，還有一個是小里脊，分別對應了不同的做法。青椒也是有很多種，我其實不太推薦大家用這種椒，因為它肉比較厚，炒出來容易水水的。但是水水的也不是沒有好處，因為它有了湯，用來拌面就特別好。根據你的需求來，如果你喜歡吃炒的清爽一點的、乾爽一點的，選這種薄皮椒，它能夠炒出比較焦的口感，而且它的味道也比較濃。今天我也是2种都做啊。这個是里脊肉，紋理是這樣的，我們要順着這個紋理切，先把它切成薄片。如果你刀工不是很好，你就一片一片切，這樣改成細絲。水平比較高了，你就可以把它疊到一起去。肉絲盡量切細一點，好處就是它成熟更快，更入味。切的過程當中會把肉切得比較碎，所以沫沫在上面，清洗一下，就泡一泡。泡過水之後，你看這個肉絲是白的，很漂亮的，把水擠乾。這個我們需要來醃製一下，一點點鹽、胡椒粉、老抽。幸好拿走了老抽，讓它稍微上一點點顏色。雞蛋我們只要蛋清，一直抓到它上勁、起黏、起膠的感覺。稍微加一點點澱粉，薄薄的撒上一層，然後繼續攪，再噴點油，不要等會粘連到一起去。就放到一邊。五花肉切成細絲啊，就放在一邊，洗都不用洗，我是不醃它的。等会兒要用這個直接去炒油，炒出那種焦香的感覺來。來處理青椒的部分，先對半切開，然後這個頭我們就不要了，白色的筋膜把它切掉，切成細絲啊。放到一邊備用，再放一點點紅椒絲，好看一點。這種青椒對半切開，中間籽和筋都撕掉。這個 pass 有點辣哦，其實辣是一種痛，是吧？所以這裡是不是也可以說，這個 pass 有點痛哦？這個 pass 有點痛哦。就直接這樣拍一拍它，斜刀切。2種辣椒都切完了，我們就可以開始炒了。很多人說會粘鍋，尤其是這種用澱粉抓過的，我今天也不用不粘鍋了，我就用鐵鍋來給大家演示究竟怎麼樣才能不粘。先晃一晃潤鍋，把它倒出來，關火，這時候再倒油。只要炒到肉絲發白就可以了，不粘鍋隨便炒，很嫩啊这個肉。我已經開始為我以後賣不粘鍋做鋪墊了。炒素菜啊，一定要用荤油，豬油和植物油混合。拍好的蒜倒進去爆香，辣椒倒下去，大火啊，鹽、味精，大火燜燜炒。肉絲倒進去，生抽貼在鍋邊，加一點糖。你看我這個倒下來之後，基本也沒什麼油，沒什麼湯，減油版、醃製版的。它的好處就是肉會比較嫩一點。就很嫩，但我接下來要做的是另外一種做法，更簡單的、更方便的做法。鍋裡面也是食用油和豬油混合，量不用特別大，因為豬肉裡面還有油，所以它不會太柴的。之後就可以轉成大火了，可以炒的稍微焦一點，肥油煸出來，去滋潤瘦肉，炒到大概變白，蒜丟進去。注意啊，這個時候青椒倒下去，不要做任何的加水啊、加什麼的操作，因為我們要把油和青椒充分的融合起来。炒的比較軟了，這時候可以轉小火了，生抽。基本上顏色差不多，其實就可以了。但是因為我現在想要用它去蓋面，所以我會再加一多多水，讓它有點湯汁兒。這碗拌面，我問你什麼水平？這麼多菜當中撈出一塊面和肉混到一起，完美。這種做法好處就在於你不需要醃肉，不需要滑肉，直接用五花肉炒。難點就在於五花肉品質一定要選得好。這是另外一種感受啊，更焦香一點。這個肉的口感它就是嫩嫩的、軟軟的、彈彈的。2種風格，2種做法，但是調味其實都很簡單。你看我基本上就只放了鹽、生抽，這是我最喜歡吃的面。我們剛開始做視頻的時候，2015年，然後我在北京的那個出租屋裡面直播，那時候就这塊菜板，已經11年了。我估計應該沒什麼老粉了，但是沒關係啊，希望我還能再往後面陪大家幾年吧，好吧？那今天我們就錄到這裡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